现在给你3秒钟判断 A 和 B 哪个是相机拍的，哪个是手机拍的。3、2、1，猜对了吗？那其实影响你判断的最大原因不是手机有多么清晰，虚化有多么明显，而是因为它用了 log 模式拍摄，所以可以调成和相机一样的颜色。这种原片灰灰的模式最早出现在20年前售价几十万一台的阿莱摄影机。对，就是你看过这些绝大部分的知名电影，全部都是用阿莱拍摄。而20年以后的今天，我手中这台 vivo X200也有了 log 模式，它也是第一台真正意义上拥有了 log 模式的国产手机。那这个最近很火的 log 模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从电影机的阿莱 Red 到相机的佳能、尼康、松下、索尼等等等等，包括到现在的手机，都争相的匹配了这个模式？它到底有什么用？那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和米老师来到了这个大家看，天气诡计多端的英国，非常的有英国的氛围。刚刚还下了点雨，所以这1周多的行程，我和米老师将全程用 vivo X200记录下来。欢迎来到像素长街。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You're way up like a kite, flying, flying. I know you're just trying to feel better. I just hate to see you fade away. Flying so high, so high, so high. Lonely bird in the sky, so high, so high. Yeah, I wish you would come back down.I miss you here on the ground. So high, so high. Ooh, ooh. So high, so high. 所以看完样片，大家觉得怎么样呢？那这一趴，我们先来讲讲这个 log 模式。它这个怎么是灰灰的？灰灰的是因为是开了 log， 你知道什么是 log 吗？就感觉他拍的是黑白电影，然后后期给它上色。但我怎么能上呢？我又不知道你保留你现实中录的是什么颜色，我也不知道原彩的颜色呢？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比如说光比比较大的地方，手机经常是我要不然就保天空，这边人就黑了，对，我要不然就保人，外边就爆了。它不让你既要又要，哎，对，它没有办法既要又要，但越好的电影机它都能保留。所以这个 log 模式，你就能想象成它就是一种既要又要，既要保远远的那个太阳云层的层次，我也要保你的人脸。这就是所谓很多时候电影机能够带来的这种电影感。与电影感相反的是低微机因为它的宽容度非常小，所以很容易出现那种过曝或者过暗。不是说它不好，有很多人喜欢这种风格，包括我。这也是为什么千禧年的电视剧有很多这种过曝的画面，因为很多都是这种低微的风格。vivo X200 Pro 的宽容度肯定不如动辄几十万一台的电影机，但是从感官上已经非常接近一台微单相机了。即使你不会调色套一个官方的 LUT， 颜色看就非常好看了。那至于怎么套这个 LUT， 我会在后面教大家。和 iPhone 15、16 Pro 一样 ，vivo X200 的 Pro 也是全焦段可以拍摄 4K 60帧的 log。而实际的效果，我觉得各有千秋。vivo 的暗部会比 iPhone 的细节多，亮部会比 iPhone 差一点。那相比于 iPhone， 我觉得它有3个点我更喜欢。一个是拍 log 的时候，你点一下这个小框就能还原色彩，方便对焦和曝光。第二是它有 4K 120帧，但 iPhone 只有1倍能用，而 vivo 的长焦和1倍都可以用，这用来拍动物的时候是非常实用的。那第3点也是最让我惊艳的点，就是它的长焦有微距功能。现在在霍格沃兹那个电影中那个铁道桥的下面，这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树干，里面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硬币，这样可能有点看不出来。对，但是 vivo 的 X200 这个长焦微距在这儿，我觉得应该能拍到点挺有意思的东西。你都能看到每个硬币上面的都有细节了。它的长焦微距的最近对焦距离在12厘米左右吧，有点东西啊。现在走到这个近邻里面，到处都是这种像是微缩景观式的东西。看。就这么点大，跟我的手一样大。这个是之前在用手机摄影的时候完全没有过的体验，这是第一次。因为这个 iPhone 其实它也做不到，把专业模式开上以后，你还可以手动变焦看。然后在这儿还可以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你要拍饮料怎么拍？我们把这个手机摄像头打开以后，哎，放到这儿就好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这样，是不是平了特别多？除了微距摄影，这个3.7倍的长焦拍人也非常的出片儿，那虚化也很自然。开头你看到那个镜头就是用它拍的，而且我这一路上用它拍了非常多的野生动物啊。虽然我尽力的去模仿它们的叫声，来吸引它们的注意力啊，但英国的动物好像都比较高冷。
我其实最想拍的是苏格兰的杰伦牛。杰伦牛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因为它的刘海造型特别像8度空间那盘专辑封面上的周杰伦。妹儿，周杰伦。当然，网上也恶搞出了陶喆牛。那现在的旗舰手机的画质都非常不错，但暗光一直是手机的噩梦，所以我很好奇，在晚上的圣诞集市，只用 vivo X200 Pro 做 vlog 相机，它能拍成什么？更好看了。这个圣诞集市还是挺帅的。唐明城堡，然后有圣诞树，绝了！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我们用 vivo 的超广角镜头自拍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现在手持它的这个防抖的情况怎么样。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开启了 log， 然后这个 log 的暗光条件表现怎么样？朋友们快看，这个糖果店太帅了！这就是我们饺子最爱的糖果铺子，他们一天吃800包。What fun it is to ride and sing a sleighing song tonight. Jingle bells, jingle,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Hey, jingle bells. 我们当然是不能拿手机和相机比，但从手机的维度上，我觉得它的表现已经是第一梯队了。而除了画质好以外，它还有一个能够提高出片率的模式。它的专业模式可以直接改快门速度，不知道大家没遇到过，就是像走入这种室内的场景的时候，会发现屏闪，直接把快门速度拉到1/100秒，就没有一丁点屏闪了。另外就是它的快门速度可以降到帧率以下，那你就能拍出那种所谓的慢门，像王家卫那种感觉的画面。那除了调整快门，它还能调整 ISO、色温、焦点。那除了光圈以外，它都能自己设置。来，我给你展示一下这个专业模式。这还要啥自行车？而且它还配备了一些非常专业的功能，比如说峰值对焦、波形图和直方图，还有音频的电平等等等等。哇，这个很多相机都没有做到这点。那如果你和米老师一样搞不懂什么是 log， 什么是专业模式，就喜欢直出，那它的人像模式就非常的适合你。那虽然是算法，但即使是这种大范围的跟拍，其实它也能算得干干净净，而且前后期都能调整虚化的程度和美颜啊，在我看来非常的方便。接下来说说它的防抖，因为手机的底比较小，所以它的防抖一般都会比相机好。今天出来你就没有带稳定器啊，在防抖上我们知道越长焦防抖会越容易出问题。对。即便是在3.7倍的时候，我手持跟随进入米老师的画面，我走个忍者步，真的画面能用。那就算是米老师这样完全放飞自我的走啊，来拍我的这些画面也都能用。你看，速度开始了，这人太难控了，你的路线太没有逻辑了。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来聊聊它的缺点。第一点就是在你开启了 log 模式以后，你是无法同时开启 4K 120帧增强防抖和人像模式的，而且也没有办法像 iPhone 一样在拍摄的时候切镜头。不过 iPhone 也有各种各样奇怪的限制，所以在这里可以贴一张图，大家自行对比一下，各有千秋。那另外就是当你用 log 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就是它给你显示还原以后的效果，但是当你拍到了相册里面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开启这个预览还原以后画面这么一个功能了。接下来我来教教大家怎么还原。首先我们要手机和电脑都下载 Local Send 这个 app， 然后把视频传到电脑到 vivo 的官方网站去下载一个 LUT， 在剪映、PR 等剪辑软件里导入 LUT， 啪就可以了。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么做比较烦。虽然 iPhone 的原相机也不能还原色彩，但是它有像 Kino 还有像 Blackmagic Cam 这样的 app， 它能够直接在手机里还原视频的颜色。所以我希望 vivo 能在相册，或者说安卓能不能出一个类似的第三方 app， 能够还原这样的色彩，这样在手机里就能够剪 log 拍摄的视频了。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的2倍是从1倍裁切而来的，所以如果遇到了像类似森林这样细节很多的地方，或者说暗光的环境，2倍的噪点也会比较多，所以建议还是用1倍比较好。还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风波吧，就是它的眩光问题，可能是因为这个英国的天气诡计多端，我连光都没有，也没有东西可眩，我还真的使用的时候没有太发现。那如果是正对着太阳，或者说电灯这种点光源的时候，鬼影和眩光都不算太明显。但如果太阳从侧面某个特定的角度照进了它的1倍主摄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条比较明显的蓝色眩光。那避免的方法也不是没有，类似用手去遮挡摄像头啊，试一试，包括感受一下眩光的光源，然后去避掉它等等，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最后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手机能够取代相机吗？这好像是一个老生常谈，不过在这2年 iPhone 和 vivo 匹配了 log 模式以后，它好像更有讨论的价值。熟悉频道的小伙伴知道我对画质是有极致的追求的，但最近我的视频里越来越多出现了手机拍摄的画面，且和相机剪辑在一起，你不会感觉到有明显的差距。比如说在上期哈利波特的片头里面，这个都是用 vivo 拍的，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回看这2年的视频，我发现那些最能打动我的，也是弹幕最多的画面，不是那些可能起早贪黑拍摄的延时，也不是挪威某座雪山的航拍，而是用手机拍摄的真实的我们自己。那这些片段构图可能歪歪扭扭的，噪点没准特别多，但正是因为它是手机，能随时的从口袋、床头、桌子拿过来，这些瞬间才能被及时的记录下来。也正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手机，我们或许才能卸下所有的防备，流露出最真实的情感。虽然今天我们有了 vivo X200 Pro 这样的 4K log 模式、120帧慢动作、专业模式等等等等，但我相信仍然不会有很多剧组特地拿手机来拍院线电影。不是说他们拍的不好，而是一块传感器的大小，如果你用现场的灯光来补的话，将会比一台电影机的租赁费用要高得多得多得多。但为什么 iPhone 也好 vivo 也好，他们还是会找各种各样知名的电影导演去拿着他们的设备去拍电影呢？那我觉得可能是为他们设备的一个背书，我不知道，我在这儿只是提出一个疑问，大家可以来讨论。但我自己认为啊，手机提高影像质量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取代相机和电影机，而是希望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记录将来成为回忆片段的时候，留下当时更饱满的色彩和更厚重踏实的回忆。